點解個個寧願排隊都要睇蒙羅麗莎？到底佢有咩魅力咁受歡迎呢？蒙羅麗莎唔單止係一幅畫，背後仲係一個故事。了解佢嘅來歷同技法，可以睇到佢對後世嘅影響㗎。一幅畫可以睇到咁多嘢，教下我啊，館長。咁我哋由達文西開始啦。里奧納多·達文西唔只係畫家，同時係工程師同發明家，亦長期研究人體同自然。對佢嚟講，畫畫唔只係要畫得似，仲要捕捉到光影嘅流動，捕捉到情緒嘅流動，捕捉到人好似呼吸緊咁栩栩如生。一幅平面嘅畫可以表現到咁多嘢，梗係啦。蒙羅麗莎正正係佢將繪畫推到極致嘅成果。達文西唔係用清晰輪廓去定格一個人嘅樣，佢係用光影過渡、暈塗、罩染，令輪廓消融，令到蒙羅麗莎嘅表情好似會猶豫咁，神情真實又難以捉摸。你每一次望都可能會覺得佢有少少唔同，呢種留白嘅表情反而令你更想靠近。唔怪得啲人歌頌蒙羅麗莎的微笑啦。原來個神情係咁講究，不過而家 AI 都可以整到啲相喐，蒙羅麗莎嗰種神情好似會變嘅感覺，係咪都係一種效果？咁又唔係喎，啱啱相反。AI 係用演算法將靜止畫面變成動畫，而達文西就喺靜止畫面上營造生命感。佢認為人之所以似人，唔只係輪廓，而係呼吸感、光影之間嘅微妙變化同情緒起伏嘅一瞬間。所以你會覺得佢嘅微笑好似會變，眼神好似會跟住你。呢種唔係畫面上嘅特效，而係技術同觀察累積出嚟嘅心理表達。最關鍵係嗰個罕見嘅微笑，佢嘅情緒唔係定格，而係流動。你會忍唔住想追問佢究竟喺度諗緊咩呢？即係話達文西早過 AI 令一個人嘅樣動起來？可以咁講， AI 係令畫面動起來，而達文西就令你相信佢有生命。而家科學進步，我哋可以透過紅外線、X 光、紫外光嚟睇穿呢幅畫嘅畫法，理解佢點解咁有生命感，包括底稿點起筆，邊度改過，顏料點樣堆疊，筆觸有幾細緻，甚至時間留低嘅痕跡都可以睇到。唔怪得咁多人爭住欣賞佢嘅畫作啦。而且呢幅畫本來係一幅委託肖像，但達文西從來冇交俾委託人，佢一路帶住幅畫反覆修改，用盡佢一生去畫出生命。哇，真係為藝術奉獻一生啊！係噶，當時文藝復興早期，好多肖像畫都係畫人物嘅側面，好似皮耶羅畫嘅費德里科，形象硬朗嚴謹。繪畫重點係彰顯身份同地位，令個人好似一個徽章咁呈現。再睇皮薩內洛筆下嘅埃斯特公主，同樣係側面像，線條極精緻，髮飾、服飾細節都顯示佢嘅出身同禮儀。不過佢哋就同觀眾冇乜交流，呢啲肖像畫多數係展示而唔係對話。唔怪得有時睇啲畫好似有種距離感咁咯。係啊。蒙羅麗莎唔同嘅位，在於達文西用3/4視角，令人物可以直視觀者，同你對望相遇。佢將風景作為人物身後背景，帶嚟空氣、距離同氛圍，令人物好似企喺一個真實世界入面。原來除咗個樣，達文西仲透過背景令幅畫更真實咁活起來。冇錯，佢標誌住肖像畫嘅轉折。藝術家唔淨止描繪人物外貌，仲開始捕捉人物嘅性情、地位，甚至靈魂。之後，無數藝術家畫肖像都要回應佢留低嘅問題：人可以點樣先至被看見？咁佢咪影響咗好多後世嘅藝術家？唔單止啊，佢仲走入咗藝術以外嘅文化領域，被傳播、複製再詮釋，成為任何人都認得嘅一個文化符號。你會見到佢喺海報、漫畫、廣告、時裝等媒介出現，每一次詮釋都令佢多一層新意思。冇諗過一幅畫作可以啟發咁多藝術家對肖像畫嘅理解，又引發咗咁多同觀眾嘅互動。蒙羅麗莎實在值得被全世界人所看見。